如今，在安卓阵营中，最新的赛道莫过于全面屏了。今年国内各大厂纷纷加入了全面屏赛道。根据智能数据调研公司 Counterpoint 发布的今年前5月国内折叠屏市场报告，华为毫无疑问以市场份额 52% 占据榜首，而三星市场份额 15%，vivo 市场份额 12%，分别位列第2、第3。随后的 OPPO、荣耀和小米占比均不过 10%， 分别位列4、5、6。在国内，华为是最早发展折叠屏手机的。早在2019年年初，华为就发布了他们的第一部折叠屏手机 Mate X， 该机搭载麒麟980芯加外挂巴龙5000基带。在当时，华为 Mate X 是除了三星 Fold 以外全球第2款折叠式全面屏手机，而当时该机的发售价16999元，但二手交易价格甚至破3万。2020年，华为推出了 Mate X， 一改 Mate X 的横向内折，推出了全新的外折手机。进入2021年后，国内折叠屏手机井喷式爆发，除了早就在折叠屏赛道布局的华为、小米、OPPO 也分别在2021年推出了第一款折叠屏手机，同时华为也推出了 Mate X 的迭代 Mate X2， 并且推出了 P50 饱和版为上下折叠的手机。在2021年，OPPO Find N 折叠屏手机的发布，拉低了国内折叠屏手机市场的价格，将折叠屏手机普遍过万拉到1万以下。不过可惜的是，2021年发布的旗舰机遇到了骁龙888，性能方面受到了较大的影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小米的首款折叠屏 Mix Fold 遭受双重 debuff， 除了使用骁龙888之外，该机在发售时完成度并不高，后续销售受到了低口碑的影响，导致 Mix Fold 销量惨淡，价格惨遭跳水。在某数码平台 ，Mix Fold 的评分仅有 7.7， 远低于其他的折叠屏手机，完成度差，发热严重，口碑影响导致销量下滑。Mix Fold 的价格也受到了影响，不仅其他平台降价近5000，售价普遍为5600元左右，连小米官方也将 Mix Fold 的售价降至6999元，而同期发售的 Mate X2 在官方平台的价格与首发价一致。而在2022年，荣耀、vivo 相继入场折叠屏，至此，国内主流手机厂商的折叠屏手机均已发布。从参数上来看，荣耀的折叠屏 Magic V 和 vivo 的折叠屏 X Fold 各有优势。X Fold 拥有更低的价格，同时折痕控制出色，屏幕都是顶级的 120Hz。高刷，显示效果出色，同时还拥有着超声波指纹识别等功能。而荣耀作为华为的亲儿子，1万出头的售价相比于 Mate X2 块2万的价格来说，显得尤为良心。同时 Magic V 拥有着更加轻薄的机身，拍照能力更强，以及电池容量更大。在此Tiger不评价哪款手机更方便入手，孰是孰非皆由消费者来判断。国内厂商说完了，再来说三星这个国际折叠屏出货量最多的公司。从市场调研机构安迪亚公布的2021年全球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数据报告来看，三星毫无疑问是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第一。2021年三星折叠屏手机已出货超1000万台，占据折叠屏手机销量的 88%， 其中三星 Galaxy Z Fold 35G 出货量达到460万台，是目前世界上销量最大的折叠手机，占2021年折叠手机总量的 52%， 而 Galaxy Z Fold 35G 以250万台，成为2021年销量第2的折叠屏手机。相比之下，华为的折叠屏手机在2021年只占市场份额为 10%。三星这款 Z Fold 3采用上下内折，重量约为183克，相比于 P50 Pocket 还轻4克。重回榜单，华为在折叠屏上宝刀未老，在折叠屏的各个形态上具有布局，让华为在国内的折叠屏市场上占据鳌头。虽然华为折叠屏的价格令人望而却步，但总有消费者会买单。今年4月份才发布折叠屏的 vivo， 在短短的1-2个月内，销量上竟然能超过一众发布折叠屏已久的厂商，还是很令数码圈震惊的。这也能反映出 vivo 的这款折叠屏是有多受到市场的欢迎。OPPO、荣耀折叠屏的不温不火，在一定情况下也说明了在折叠屏这个新赛道上，除非品牌效应足够强烈，不然配置不足的折叠屏难以受到消费者们的追捧。而小米的市场表现既在意料之外，也在情理之中，即使比其他主流折叠屏手机便宜好几千，消费者们也不会愿意买一个半成品回来。
不过，此前网上爆料了 Mix Fold 2将于今年下半年发售，就是不知道小米会不会吸取一代的惨痛教训，将手机调校完整之后再发售。